海扶刀跟消融手术都比较是靠一个热能的原理，今天有点像是我长了一颗肌瘤，我去用热能集中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把它烫熟。那熟掉的肿瘤基本上没有血管了，它就不会再继续长大。但是熟掉的肿瘤会不会消失？今天谁不能去做海扶？假设你的肿瘤有疑似恶性的状况下，完全不推荐，因为烧掉了还是坏的，坏的可能还是会长，而且你不拿出来你就不能够确定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今天把它烫熟了，可是它就是变成一团烂肉，所以基本上也没有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有遇过一些病人是去做完海扶治疗以后，还是需要回头去做手术的。大家都有时候会闻刀色变，就是听到说要开刀，就是屁股就离开椅子快要落跑了这样子。那有跟大家提过，今天如果病人长肌瘤，肌瘤的位置不好会大出血，或者是会造成你收缩不好大出血的状况，甚至是因为你想要怀孕，可能都必须要去手术去处理掉肌瘤，才会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让小朋友住。那像这样需要开刀的病人，很多就会说，医生我可不可以不开刀？我可不可以去做所谓的海扶刀的治疗，甚至是现在所谓的消融手术这种东西？那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做消融手术，什么叫做海扶刀？海扶刀跟消融手术都比较是靠一个热能的原理。今天有点像是我长了一颗肌瘤，那它这么大，我去用热能集中在 mark 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把它烫熟。那熟掉的肿瘤基本上没有血管了，它就不会再继续长大。但是熟掉的肿瘤会不会消失？很多假设你是压迫症状，它就算熟掉了，它还是留在这个位置上。所以今天谁不能去做海扶？第一个，假设你的肿瘤有疑似恶性的状况下，完全不推荐，因为烧掉了还是坏的，坏的可能还是会长，而且你不拿出来你就不能够确定是好的还是坏的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假设你是一个黏膜下肌瘤，黏膜下肌瘤就是它会在内膜腔里面造成它一直流血的状况。今天把它烫熟了，它不会流血，可是它就是变成一团烂肉，所以它就会从子宫腔一直排出烂肉来，所以基本上也没有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有遇过一些病人是去做完海扶治疗以后，还是需要回头去做手术的。所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做海扶的这个动作是把肌瘤烫死，或者是做消融治疗是去把肌瘤烫熟。肌瘤不变大了，但它不一定会变小，所以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就是，它不一定有办法完全解决你的问题。或许有一些人是因为它在热能效果下，它会萎缩，甚至会水掉，造成你整个肌瘤的 size 会稍微变小，可是它不会消失。所以大家不要对这些所谓的微创，甚至是无创，就是没有伤口的抱这么大的信心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不适合，我还是会建议大家，如果还是有考虑这方面的治疗的时候，可以去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医师，让他去做出比较合适的诊断跟建议。我自己的建议是，肌瘤的位置要是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它需要是在子宫的墙壁里面的这种肌瘤是比较适合去做，不管是热消融手术或者是做海扶治疗，因为这样子的位置比较不会伤害到内膜，就是不会有出血的症状，甚至会一直掉烂肉出来的这个症状，也不会有去伤害到其他构造的症状。因为我们这个热能治疗，假设它是长在子宫的表面，我在热能的治疗下，它旁边都是肠子，其实是有可能会伤害到旁子或膀胱的这样问题出现。所以一个正确的位置，一个可以治疗的位置，甚至是不是多发的肿瘤，都是会比较适合去做所谓的无创的这种治疗。每一种治疗都是因为科技在进步的关系，不是跟大家说绝对不行或绝对不适合，但我觉得大家不要闻刀色变，因为有一些问题真的还是需要靠手术才能解决的。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海扶刀，那大家稍微有一点概念以后，大家去咨询的时候，或许可以得到更好的建议，或者是有更好的对自己的健康的打算。我是烘焙摄医师，如果大家对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，也可以来刘教授诊所找我们。那请大家多多分享正确的妇产科知识。